禅宗历史上有一个最危险的观点，即心即佛。它听起来像是在告诉你，你就是佛，但很少有人知道，提出这句话的马祖道一晚年却亲手把它彻底否定。他说非心非佛。那么问题来了，一代宗师为什么要推翻自己？禅宗为什么越发展越像胡说八道？那些庭前百树子到底是在开悟还是在装神弄鬼？如果你能看懂这一期，你基本就看懂了禅宗的底层逻辑。当年马祖提出即心即佛，几乎是石破天惊。他的意思很简单，不用修行，不用出家，不用折磨自己，你的心本来就是佛。这句话有多危险？他直接把修行的门槛砸没了。但问题很快就出现了，很多人开始变成这样，不修行，不学习，甚至不守戒，直接说我已经是佛了，这就是黄禅。于是在晚年，马祖道一突然转向，不再说即心即佛，改说非心非佛。有个僧人不服，跑去质问马祖，和尚以前为什么总是教导大家即心即佛？马祖的回答非常直接，唯指小儿啼，为了哄小孩不哭。那僧人继续追问，那啼止时如何？小孩不哭了该怎么办？马祖说出了终极答案，非心非佛。这里隐藏着《大般涅盘经》中黄叶止啼的典故。父母为了安抚哭闹不止的婴儿，从树上摘下一片黄叶，说这是金子，孩子一高兴也就不哭了。即心即佛就是那片用来骗人的黄叶，只是权宜之计。黄叶唯一的意义是阻止人们向外直求，一旦你不向外找了，你的病就好了。如果你把这片黄叶当成真理，那你依然是个愚蠢的囚徒。马祖抛出这个充满破坏力的新概念之后，弟子们反应不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大美法常。大美法常当年就是听了即心即佛，才去山里隐居修行的。多年后，马祖派人进山去试探他，告诉他师父现在的讲法变了，改说非心非佛了。你猜大美禅师怎么回应？他的回答干脆利落，这老汉祸乱人未有了，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我不管这糟老头子怎么变，我就只管我的即心即佛。他居然敢怼自己的师父，而马祖听完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说梅子熟也，这个大梅成熟了。关键不是大梅的固执，而是他不再需要依赖概念。所以不管是顿悟也好，渐修也罢，即心即佛也好，非心非佛也罢，你都必须先有个基础。这就像是一个顶级的爵士乐手，一开始学琴肯定必须死记硬背各种音阶和乐理，必须要打基础。如果你刚学习就说我要自由发挥，那结果肯定是一团刺耳的噪音。但如果你在舞台上独奏的时候，脑子里想的还是乐理谱子，那就毁了。真正的巅峰是你把乐理全部忘掉，完全靠直觉去演奏，那一刻规则根本就不存在了。这就是非心非佛。如果是你，你会停在即心即佛，还是继续走？马祖道一晚年的时候，安史之乱开始了。历史书通常会给人一个错觉，有一个时间节点，突然间唐朝就没了。但实际上，一个帝国的崩溃从来不是一瞬间的事情，它更像是一种缓慢的失血。而这个过程的起点通常不是战争，而是财政。在经历了安史之乱之后，唐朝虽然在名义上恢复了统一，但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地方的实际控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钱不够了，战争消耗巨大，地方藩镇掌握军队，原本稳定的税收体系被严重破坏。朝廷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何继续运转？在这种情况下，朝廷采取了一种看起来聪明，但实际上极其危险的做法，出售度牒。度牒本来只是僧人的身份凭证，但在当时，它的真正意义完全变了。因为一旦你拥有度牒，你就可以不纳税、不服兵役、不承担劳役。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可以从国家体系中退出，
在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这种特权有着无以复加的吸引力。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花钱买度牒，朝廷通过大规模出售度牒，向民间收取所谓的香水钱。这看起来像是国家在变现资源，但本质上这是一种变相的饮鸩止渴的临时特殊税收。短期来看，这确实能带来收入，但长期来看，这等于在掏空国家本身。税收减少，劳动力减少，国家对人口的控制力下降。而更关键的是，国家把钱权和兵权不断下放，地方势力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壮大。帝国并不是被外敌打垮的，它是先在内部慢慢失去控制的。地方军阀一旦掌握了财政独立权，藩镇割据的局面就再也无法逆转了。安史之乱结束后，虽然大唐名义上挺过来了，但中央和地方的实力天平已经彻底倾斜，裂痕已经形成。到了唐武宗时期，中央皇权突然意识到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于是试图把放出去的权力再硬生生夺回来。这就直接导致了公元845年会昌5年爆发极其惨烈的唐武宗灭佛。当时的寺庙已经不仅仅是宗教场所，他们掌握着3种关键资源：土地、人口还有金属。其中最致命的是铜。在唐代，铜不仅是材料，更是货币基础，但寺庙却在大量使用铜来铸造佛像、法器，并长期囤积。这直接导致一个后果，市场上的铜减少了，货币减少了，整个经济系统开始缺血，就容易出现通货紧缩。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做出了一个极端但理性的选择：拆寺庙、收土地，迫使僧人还俗。最关键的是，砸毁佛像，把铜重新铸成货币。这不是信仰问题，是一次非常直接的资源回收，甚至可以说是一次国家主导的财富再分配。大量的僧尼被要求还俗，不想还俗的僧尼只有2种出路，一种是逃到深山老林，过着自给自足的农禅生活，另外一种是穿上普通人的衣服，躲进地方豪族的庄园中。遗留下的僧尼大部分还是逃到深山老林里了。在这次劫难中，那些需要皇家资助、需要大量经典、需要正式场所、需要仪式的宗派几乎都衰落了，包括律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三论宗，甚至不少禅宗宗派也几乎断绝，比如北宗、菏泽宗、牛头宗。在禅宗里，能从废墟中崛起的是南宗慧能的法脉。这些宗派的根据地基本都在南方，又有农禅传统，受影响比较小。禅宗的农禅传统从四祖道信就开始了，百丈怀海是马祖的核心弟子之一，他更进一步设立了百丈清规，用制度和戒律把当时有些狂放不羁的禅宗又重新拉回到传统的轨道上。他提出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一天不干活，一天就没饭吃。你要谈论宇宙空无，可以先去把柴劈了，把地种了。他用这样最基础的生存法则，既打破了有些人虚伪的哲学幻觉，也让僧团在乱世中能安身立命。农禅制度从诞生开始就一直被人诟病，现在还有人批评，因为在传统戒律中，僧人是不能耕种的。但在中国，就是这个农禅制度，才让禅宗在种种政治打压之下，找到一丝喘息活命的机会。但没有了寺院，没有了经典，没有了打坐的硬性要求，也不需要背诵佛经。如果没有门槛，每个人都可以宣称自己顿悟了。怎么知道他是真的得道高僧，还是一个神棍呢？这在晚唐变成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于是，师傅和徒弟之间开始进行各种令人费解的、充满跳跃性思维的对话，就像暗号一样。这些对话被记录下来，机锋和公案就诞生了。举个例子，有个和尚问赵州禅师什么是佛，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回答？赵州禅师当时正在院子里干活，随口就答了一句：庭前柏树子，院子前面的那棵柏树。在另一个公案里，禅师回答说麻3斤，当时的僧衣是用麻制成的，重量差不多是3斤。
这完全是答非所问。如果你还在分析为什么是柏树，那你就已经出局了。禅宗就是要用这种无逻辑关联的回答，瞬间斩断你大脑里习惯性的逻辑推理。你要在大脑一片空白的时候，凭直觉给出一种超越性的反应。既然不能通过你打坐时间长短来判断你的境界，那就通过这种跳跃性，有时候还极具攻击性的语言对抗来测试。如果你接不上，或者内心还有一丝怀疑，你就不属于这个精英俱乐部。这种形式在最开始时是非常随机和灵动的，就像街头打斗，没有固定的招式和套路。但后来这些公案和机锋被人记录下来，整理、编辑，甚至加工。从祖堂集开始，到之后的景德传灯录等一系列登录，慢慢的即兴对话变成了固定套路，灵动的体验变成了文字游戏。不同的宗派根据自己的需要，不断粉饰自己的祖师爷，杜撰情节，张冠李戴，攀龙附凤，最终形成了所谓的一花五叶五家七宗。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所谓的五家七宗都是后世信徒的建构，当时的禅师们不会想到自己会被后世单立出一宗。而公案和机锋从开始的灵动，在宋代文人的进一步加工之下，情节更加曲折，冲突更加剧烈，风格更加凸显。禅宗公案最终变成了在大众面前表演的行为艺术，变得晦涩难懂，所以才有了南拳斩猫、丹霞烧佛、百丈野狐禅等一系列著名公案，基本都是文学创作，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这真是一个历史黑色幽默。禅宗为了摆脱繁文缛节，砸碎了所有的规矩，但却成为了脑筋急转弯和语言游戏。禅宗试图追求终极自由，试图超越所有世俗法则，最终却无法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和活生生的人性，变成了新的规则。我们不能用考据来否定禅宗的内在体验。在参禅打坐时，在祈祷时，在念佛持咒时，有时你会有某种欢喜、释然、平静。有人认为这就是顿悟。如果有一天神经科学或者人工智能可以精准地用电流刺激你的大脑，那你随时能进入那种彻底清明、无比喜悦的状态。那么问题来了，这和禅宗的顿悟有什么区别？如果没有区别，那所谓的顿悟到底是超越现实真理，还是只是一段可以被复制的神经反应？当你下一次听到放下执念，活在当下的时候，也许你可以问自己一句：这是真正的觉醒，还是一片新的黄叶？